嘟嘟嘟。今天是一期50问2025版，我们收集了一些朋友们想听的一些问题，最近新收集的问题，看看大家对我们都有一些什么好奇吧。来吧，我们一人来一条。杨总、田总谁是一？这你自己问的，这你自己问的问题。pass。我是，但我也回答一下，你新朋友都不知道，所以我还是回答一下，谁邀约做饭的次数比较多？别指我，我觉得应该是田总，田总邀约的次数多，但杨总邀约的方式比较特别。OK。杨总邀约的方式就是午睡的时候，姿势很诱惑。OK， 就是诱惑你。对，所以其实是你在邀约。杨总邀约会那个直接把我抱起来或者背起来，然后就带到一个隐秘的角落开始做饭。OK， 所以是我诱惑你，是你经不住诱惑。是你经不住诱惑邀约我。是这样子吗？我们在床上做过最刺激的事情。谁问的？到底是谁问的？你问的吗？我在读好不好？哦，还好吧，没有特别刺激的事情。我们就是正常流程。我们都是老实人，都不会做特别Really？ 出格的一些 play。你这个校服已经很 play 了吧？校服也算 OK。那我要是穿上胜利队的衣服，你该怎么应对呢？我来问。杨总、田总日常相互有什么亲昵的称呼？我们其实私下就是叫总的。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会很怪。但是以为这是我们的那个在视频里的昵称，以为在 play。但其实我们私下就是这么叫的。至于为什么要叫总，我是因为田总之前的工作关系，所以我觉得他很有钱，可能赚钱，就是田总级别的。真的吗？你对我误解真的很高。那是刚认识那会儿吗？那我刚认识后还觉得你很有钱。反正后来就叫惯了。我认识杨总那时候，我工作上，接触很多客户啊什么的，就是叫总的。所以就是因为工作中经常用到，所以会影响一点我生活里对别人的称呼吧。所以我会习惯性的叫总。我觉得是我先说的，然后你跟着我说。Really？ 说没有，我才没有那么有钱呢，你才是总，所以就开始叫我杨总。OK， 但是这个总这个称呼从我们最开始认识，然后一直保留到现在。是的。所以你们看我们出去玩的视频，其实都是下意识叫杨总、田总，因为确实没有其他的称呼了。乐多、阿华田。我们私底下其实从来没有叫过，所以我也不叫乐乐。有人叫他多多，真是太好笑。sorry， 我也不叫多多。多多乐乐。Yeah. OK， 我只是解释一下，我们私下不会这么叫啦。刚好是2个饮料，刚好还对应了肤色，多好。Pass。下一个问题，如何保持长期关系？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？长期的关系，我感觉就是一起做很多事情啊。有共同的兴趣爱好。不知道，杨总对我永远有，就是对我来说永远有新鲜感。就是杨总对我而言的魅力时刻。因为我时不时能爆冷梗。爆冷梗，然后我每一次看他，我都觉得很帅。情侣相处久了之后，会有一些奇怪的默契，对吧？就是当这个默契发生的时候，就会有爽到。这是比较独一无二的，因为除了我之外，很难有第二个人能猜到你要干嘛，类似这种，不是吗？等一下，你还有哪一个人能猜到你？不，我说的这些梗都是网络热梗，所以，你只要足够5G 网络，大家都知道的。我说的不是梗啦，你那些烂梗我就知道，我也不想接。你说的就是会突然同时说出一句话，或者同时做出一件事情。
对对，甚至有些你说，哎，你先说2个字，我后面我就知道你想接哪2个字。我们是不知道。OK， 下一个问题。有粉丝朋友问，可不可以被我们同时亲脸？这件事情可以存在吗？假装他是粉丝。粉丝朋友，3、2、1 ，OK， 完成了，去吧。你不去让他把Nico也下来。Nico，过来，快点上来坐好。做了。哇，好快，好快，好快。好了，我来画个饼。我们万粉的时候，我们抽一个粉丝亲一亲。真的假的？当然做不作数呢，就是田总嘴就是跑火车，谁知道呢？田总的嘴。读到这里，给大家比个心吧。耶，喂，你好土啊！前面还有一个说，除了小杨总和小田总，身上有哪些部位对方很喜欢？那我喜欢田总的耳朵。我还喜欢杨总的耳朵呢，杨总耳朵会动的。会动那怎么了？挺厉害，我耳朵不会动啊。我比较喜欢杨总全身上下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因为杨总很白，你看这是可以说的吗？这个白，这个衣服裤子脱掉之后，里面也是很白的。你这样我要说为什么喜欢你耳朵啊？你说吧。因为是你。这段务必剪进去。有什么拿手好菜是对方喜欢的吗？我没有什么拿手好菜耶。各自有一些拿手好菜，但是未必是对方喜欢的。因为我们的饮食偏好其实差的蛮多的。对，我知道田总最喜欢、最擅长做的是炒年糕，因为很简单啊，就原料往锅里一倒，炒一炒，又很好吃。但是年糕这个本身食材，我就不太吃，所以我现在都不炒了。我从小没有吃这个年糕的习惯，觉得口感也比较奇怪吧。但是江浙沪这边还是吃的蛮多的，可能你没有吃到好吃的，下次我们去哪里，宁波哪里去吃个好吃的年糕吧。好吧，就是我做的就是咖喱鸡嘛。咖喱鸡，你知道这道菜杨总做的很熟练了，很少翻车了。最近做的比较多，而且很下饭，很方便。不过你最喜欢的菜不是另一个吗？我最喜欢的菜其实是糖醋排骨了，不是江浙的糖醋里脊，是糖醋排骨，带骨头的。对，因为小时候吃过，觉得特别好吃，就家里人有做过，结果长大之后被我自己复刻出来了。OK， 感觉蛮得意的。OK， 对方在生活中最吸引你和你不能忍受的点是什么？怎么僵住了？没有吧？我没有吸引你的点，就是主要是喜欢你这个人吧，本身。突然表白，不然呢？最不能忍受的点就是杨总是个老头，他是个老头，他老头体现在他每天都要午睡，就很老头，就吃完午饭之后就晕碳就要去午睡，他一觉能睡到晚上。那倒没有，经常就是说那个5分钟之后或者10分钟之后叫我，然后我如果不叫他的话，他就能睡到晚上。你自己说是不是？你就没有叫过我好吗？你根本叫不醒啊，睡得跟猪一样。你根本就没有过来过。我过来了不就做饭了吗？好吓人。然后杨总出去玩，他经常喊累，也是老头的体现。不会啊，就是走着走着说累了、困了、饿了，就是我都没怎么喊过累。累了、饿了，跟田总去吃饭。当然，杨总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颜，我是杨总的颜狗，我是杨总床上的狗。杨总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比较独特的一个类型，就是我没有遇到过这样性格特色的人，对，所以杨总对我来说一直很有新鲜感。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他不像纯粹的天蝎座，他有天蝎座的腹黑，然后又带一点水瓶座的神秘跟聪慧。天蝎座也很神秘。天蝎座他要是不聪慧的话，他怎么个腹黑呢？
对啊，他很腹黑，他超级腹黑。我在认识你之后，我就再也不腹黑了。你确定？因为再也没有像之前那么腹黑了。那你以前是有多腹黑啊？因为在认识你之后，我要随便说几句开玩笑的话，就很容易惹你生气。对啊。但是那明明就是很简单的玩笑，突然就爆了，好吧？那这就说一下我最不能忍受的点，那就是田总的爆炸式生气。OK， 开关式生气，从0就会飙到100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就是该生气的时候狠狠的生，不生气的时候就快速 close。不是啊，是爆发性的，就在其他人还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就说突然惹怒了你。哦，这是我很不能忍受杨总的点。越说越 happy 了，就是他很多时候惹人生气了，但自己又不自知。因为他有时候说话很天蝎，然后其实很明显人家已经不舒服了，但是他就很迟钝。并没有，并不是说已经不舒服了，然后还怎么样，怎么个迟钝？我刚刚也说了，你就是我只要说的第一句话，你就已经开始生气了，然后我接着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哄你了。就是你对于会惹人生气的一些点，都很没什么认识。不，有些是有认识的，就知道你可能会生气。那现在我们相处时间久了，你知道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去说，想要稍微调情一下，结果有些人不懂情绪。并不是，这个也是我最早认识你的时候想要这样处理的方式，结果发现你做不到，没有办法 get 到我的那个情绪的点，那我只好后来再也不舔鞋，再也不腹黑了，我只能对着你小心翼翼的。我太可怜了，我的天哪！还吐我。下一个问题吧。生活中谁是更包容的一方呢？这就是上一个问题的结果呗。绝对是我很包容，因为杨总总是惹我生气，但我又很包容，所以我是更包容的一方。清者自清，请苍天辨中间。最爱的3个菜或菜系，刚刚有提到过，我们爱做菜。对，就是我整体的话就比较喜欢洋餐啦，就是非中国菜我都比较喜欢。我是吗？洋餐呀，所以我喜欢洋餐。好吧，我喜欢所有的西餐，然后日料、韩料啊，东南亚菜啊，我都挺喜欢。国内的菜系我比较一般。杨总应该是跟我反过来的。我喜欢所有国内的菜系，湘菜、川菜、粤菜。OK， 粤菜是还可以，因为粤菜葱姜蒜好像少一点。川鲁淮扬，我喜欢吃什么？汉堡包、披萨、意面，太没营养。所以我在国外的时候其实过得很开心啊，就是国外的这个在国外丰盛的美食，对我丰盛的美食做的就是蘑菇意面啊。没有啊，你可以自己做，也可以出去吃啊，然后就能吃到很多当地的那些。那我作为中国胃，我是受不了的，赶紧回来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再出国吧？立马，现在立刻。好，我们录完就出国。现在就出发，走吧。地球这么新鲜。没走，激动了。好，双方觉得对方为自己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？你自己说吧，我才不说呢。我觉得我给田总过生日就很浪漫，大家可以看视频回放。好啦，其实确实，今年和去年杨总在我生日确实搞得挺有仪式感的。我也没想到，因为我们平时是没什么仪式感的人，我们平时过得挺糙的，所以确实还不错。因为田总确实比较缺失仪式感，我家里人很早之前也会说我，没有太多的仪式感，过年过节，表示性的内容比较少吧。但是后来发现，其实是你没有那个想要倾诉的对象啊，你愿意去做这些仪式感的人，只要遇到了，其实这些东西你去做还是会很有纪念意义的。所以就是没有遇到对的人，激起你想做这些事儿的欲望。
也许是的。所以我对田总做的仪式感最多，我会经常拉着他说，节日上的啊、生日上的啊，或者出去一定要多拍拍照啊，这些看似好像没有什么用的，但是都是未来的一些美好回忆吧。哦，这点倒是的，就是我是一个，我以前很不喜欢拍照，但我现在也不太喜欢拍照，包括视频记录什么的。我会觉得出去玩的话，更注重享受当下的这个感受，不管是视觉上，听觉上什么的。就是如果拍照、视频，这种反而会干扰我在当下去充分的感受那个瞬间、那个 moment。但是杨总还是蛮会拍，然后又蛮愿意拍的人，所以会拉着我一起强行拍很多。你这样到了以后，你看着这些视频、照片，确实是的，就是我们现在视频账号也发了好多出去玩的视频，现在回看还挺有意思的，会那种会心一笑，当时的那种开心，都已经留在影像里了。有时候很多当下没有注重或者回忆里有点模糊的细节，现在回看视频又能想起来。那你对我做浪漫的事情还没有说呢？我不知道我有做过什么比较浪漫的事情。好了，田总浪漫过敏，好吧，我虽然没做过什么特别浪漫的事情，我不记得啊，但是我感觉我们一起做过比较浪漫的是我们那次去云南玩，然后在大理的洱海边，我们两个在民宿的那个开放式的阳台上看着洱海，然后我们俩就依偎在一起。视频里应该有吧？然后对，那个瞬间是我觉得蛮浪漫的，幸福的瞬间。对，景真的很好，很开阔，然后跟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因为那个瞬间就我们视野所及，好像看不到什么人，对吧？全是景，然后就有一种错觉，就是好像世界上此时此刻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是我觉得很浪漫的一个瞬间。好吧，算你有做过浪漫的事情。毕竟是我挑的民宿。我做过浪漫的事，就是带着狗子去接你下班。哇哦，是不是很浪漫？我突然想到，哇哦，就是那种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的那种浪漫，生活当中的日常浪漫。对呀，就是这种小细节啊。哇哦，我感觉我接过你好几次啊。那确实很幸福的感觉呢。你好假。为什么假？你这么一说，确实很幸福啊！说下了班之后，对吧？我印象里有好几次。其实是想拉着我一起遛狗了。没有啦，是他懒得就是再出一次门，想让我先下楼带着狗子下去。OK， 所以也不是你主动的。好了，下个问题吧。会互相视奸对方手机吗？想问这个问题的人居心叵测。现在这就是田总的手机，我们的手机都已经设了互相的密码跟那个，我们的脸都能刷开对方的手机，人脸识别密码也知道。对啊，想看随时能看，所以不用视奸啦，就是明晃晃的看，随便看。你跟那些小弟弟聊天，我也都能看得见。快来几个小弟弟跟我聊天，哥哥也行。会计划安排婚礼吗？我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，因为婚礼，我印象中总会觉得就是传统路线来说会经历的那么一遭嘛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因为我们身份的关系，很多世俗意义上需要经历的，不管是仪式也好，阶段也好，就是我们是不是没有必要？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仪式感的事情吗？但是婚礼这种东西，除了仪式感，它对于这个的仪式感其实不仅仅是对于我们两个人，对，还拉上了自己的亲朋好友，对吧？其实是还有一个向大家宣告自己的一个幸福，分享自己这个找到真爱的这个喜悦嘛，也是对。所以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还是希望
目前的浪漫就仅限于我们2人。我以为你要说你想办了。嗯还有我刚刚想到，就是婚礼这种大型社交活动现场，对我们2个 I 人来说也是蛮心力憔悴的一件事情。假如你现在假设就是下个月某一天我们要婚礼，你现在会不会每天都坐立难安？就是想到这件事情就很紧张。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对，然后到当天又会紧张的要死。嗯哼，不是那种开心兴奋，是因为 I 人要被迫营业的那种。这不重要吧？ OK， 这并不重要。还有一种婚礼，其实希望得到身边人的一些祝福。对对，我们可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。我们现在办婚礼，可能如果现在办的话，更多是自嗨，我感觉。暂时没有到这种意义上的事情。可能未来某一天水到渠成就会有这件事，也可能没有。或者说更以实际意义为角度的话，可能不是婚礼，而是一个议定监护的事情。对，这个说不定会在婚礼之前更加需要考虑到的吧。这更实用吧，对这个东西。对于我们来说，2个更实用主义的人，可能会想的更多一些。夫妇都可以考虑这个。我们给对方的备注是什么？我手机里，其实我的习惯除了工作上的话，平时加的朋友我都不备注的，不设置任何备注。我从来不备注。不然如果有备注的话，你还要你一个昵称，自己微信名的意义在哪？或者你有备注吗？一个是对自己的，一个是你要记住他的呀。OK， 所以你在人家的昵称后面加备注是这意思吗？当然不会啦，我就直接就是写了自己的备注，他的名字啊，或者他是干嘛的，那就好了，他本身的昵称就盖掉了呀。我是觉得，该需要知道是谁的人，我自然会知道是谁，可能是近期交集比较密切的，或者是自己印象比较深的。那如果我想不起来是谁，说明这个人可能没那么重要，就真的吗？无所谓吧。比如说，万一是你的初中小学同学，但是很久没有联系了，或者说你联系过了一段时间你换了手机，聊天记录消失了，再跟你聊的时候，你不尴尬吗？说突然跟你聊。现在微信有功能可以加标签啊，加标签就可以，我最多加个标签，我不会加备注，这是我的习惯。所以你对我有备注吗？你的备注就是你的名字啊。啊，是我大名吗？ Kimi no Namai。杨总和田总之前异地过一小段时间，是怎么克服这方面困难的？克服方式就是不要异地啊。对，因为异地的那会儿，我当时也没有在工作。虽然后来又工作了，然后你又不工作了，所以其实我们是交叉着来的。最后我们就都不工作了，所以导致大部分时间虽然异地，但是还是会去对方那里的。对啊，异地期间就是我真是来回跑，累都累死。但是，包括杨总中间也过来一段时间，其实能不异地就不异地吧。我们的解决方式就是结束异地。考虑领养一个孩子吗？这个是哪位朋友问的？我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。对于我们来说，领养孩子首先得考虑一下它意义是啥吧，作用是啥吧。对，如果你出于说想要下一代，延续自己的香火，或者说养儿防老啊，这都是不同的目的嘛。我们都是暂时还没有考虑的。这个事情其实主要看个人吧，而且目前这个社会来说，这件事已经不是一个必要的事情了。可能早些年或者我们父母辈会觉得，就是这是人生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吧。但其实尤其是近几年，可能大家慢慢发现，人生是旷野，而不是轨道啊。好默契。所以既然它已经没有成为必选项的话，所以就是看每个人都要衡量自己情况嘛，看个人需求吧。大家都不一样。对，我们暂时是没有这个需求了。
做饭的时候谁比较享受？嗯哼，你说吧。肯定是你好吧，那就是我。啊，真的吗？嗯哼，那我采访一下你，你做饭时候享受的点是啊？就是很享受啊，田总服侍的很好。是那种就是能在田总身上骑乘的快感吗？对呀，不然呢？这是可以说的吗？有人问田总是麦当劳吗？我们其实不太涉及这方面了，在做 OK 饭的时候。我们做饭时候尺度最大也就大到，或者戴眼罩什么的，是不是？刚刚是啥意思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就是你这套啊哦，cos 吗？ ，OK，嗯，然后最多可能踩背。那叫做饭呢？那个推拿呢？啊、推拿吧。柴犬1年1个月花销多少？有拆过家乱叫吗？小时候拆啦，就是小时候还是蛮皮的。嗯哼，就是狗狗小时候都会，还在学习成长的阶段嘛。那我们现在2只其实都已经还是会拆，但是我们已经摸透他们的套路了。因为也是从小养到大的。到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，也能提前预防得到。他们的个性性格，都是自己养出来的。OK，对啊。然后现在的开销的话，其实不大。除了狗粮、吃这方面，其他就没有什么必要的开销了。是的，其他额外的开销，无非就是可能偶尔出去洗个澡，或者说去宠物医院体检啊，或者带他们出去玩啊什么的。平时如果就是在家里待着的话，也只有狗粮这个开销，好像是的，小几百吧，或者说买点新的小玩具。但他们玩具太多了，就没有必要买新。2位老板除了谢谢，还有什么跟粉丝想说的吗？我可没想说谢谢，好吧，其实是应该跟大家说个谢谢。谢谢啥？谢谢大家的厚爱。就是我们这个账号本来只是想趁着裸辞期间记录一下出去玩啊，自己的日常什么的，没想到有这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看，那我们爱看就多跟呗，刚好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经历，然后做这个账号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。对，这个也是很大的收获对我们来说。这个确实应该是谢谢大家的一个点。我们在做这个账号的时候认识了这么多朋友，也拓展了很多之前工作的时候看不到的一些事。对，我们当牛马的时候就是很狭隘，在自己的公司自己所在的行业可能了解更多，就是同一条轨道上拼命奔跑，看不到很多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同样的轨道。对，也看到了这个自己同一个群体的不同人的生活。大家有很多不一样的丰富精彩的人生，也有各自的小烦恼。然后大家可以互相分享啊，互相帮助啊。对，而且也很开心，就是解决了一些朋友的烦恼吧。Really？ 甚至，对吧？还帮忙撮合成功了。你看，我们这个，快跟我们多交流沟通吧，多交流，多互动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环节是反向50问，你有什么想问粉丝朋友的问题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想接下来问些什么问题吗？什么东西？你在套娃吗？我比较好奇，就是你们是通过哪些渠道，或者说哪一个视频或者直播也好，就是怎么样第一次接触或者认识到我们，知道我们是什么方式？那我挺好奇这个的。那我觉得还是说哪一个瞬间让你们愿意点关注吧。你这个好商业啊。那我还想问，就是你们期待在我们这个账号看到其他哪些类型的
视频内容？比如说想看我们出去玩，还是想看我们纯纯的在家待着的日常啊，还是什么？你还有别的问题吗？没有了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50问的内容了。虽然大家问满了50个问题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回答满50个问题。接下来的一些问题呢，可能我们也不会回答了。可能我们回答了，但就是没有剪出来。而且原视频在我们这儿你们也拿不到。母带。杨总就是这么蔫坏。那这就是这一期的视频了，希望这一期能够解答你们的一些疑惑吧。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了。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